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根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万名学生。环球邮报引用了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 （ERC） 获得的官方信息，称截至12月底，加拿大有102.8850名国际学生。该报还报道说，安大略省有52.6015名国际学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20.2565名，魁北克省有11.7925名。这些也是拥有最多指定学习机构 LIS 的省份。1月14日，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与 CTV 新闻的谈话中，将国际学生的数量归因于一些省份的宽松 DLE 模式。他建议省政府与 DLIS 控制这些数字。2022年，加拿大有80.7260名国际学生。去年秋季，部长表示，他预计到2023年底将有超过90万名国际学生。环球邮报称，这一数字在2023年9月已经超过，有1015744人持有有效的加拿大学习许可。自去年夏季以来，国际学生的学习许可数量一直在讨论中。随着加拿大面临廉价住房短缺和医疗系统压力增加，对联邦政府减少新移民数量的压力也在增加。ERT 表示，限制接收将有助于加强加拿大国际学生系统的完整性。他解释说，这是必要的，因为一些机构增加了国际学生的招生，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没有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支持。该部门指出，接收上限将稳定新的增长，更好地保护国际学生免受恶意行为的侵害，例如发放虚假录取信函的假移民顾问或接收超出其支持能力的国际学生的机构。2024年，加拿大宣布对国际学生实施限制。1月22日，部长确认 ERT 将只在2024年发放36万份学习许可。这一限制代表了加拿大国际学生数量预计减少35%。不适用于学习许可的续签或攻读硕士、博士或其他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学习许可将根据各省的人口分配，人口较多的省份将获得最多的学习许可。这是一个将在2年内实施的临时措施。这一公告伴随着对加拿大国际学生计划的其他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在获得录取信后，现在还必须从其 DLE 所在的省或地方政府获得证明信。这是学习许可申请流程中的一个新步骤。各省和地方政府必须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建立发放证明信的流程。这意味着在截止日期之前，加拿大可能不会发放新的学习许可。PGP 资格的变化。此外 ERT 已经改变了那些考虑在完成学术课程后留在加拿大攻读毕业后工作许可 PGP 的国际学生的资格标准。通过与公立学院签订课程许可协议在私立学院就读的国际学生将不再有资格获得 PGP。相反，完成持续时间短于8个月加拿大 PGP 合格课程的最低持续时间的研究生级别课程的国际学生现在将有资格申请 PGP。好的，这是今天的关于持加拿大学签超惊人的100万的消息，给大家播报。谢谢收看，再见。